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耍飞看电视的画面。这样看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吧？反正就是我塞进去都还有剩就对了，可以这样子躺着。重点是前面还有投影幕，超级赞，就是干湿分离的浴室。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这个它是免治马桶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这次来首尔住一间超级奇怪的饭店。没错，住在火车里面。今天就来带大家体验看看，一个晚上3000块台币到底值不值得？其实我有时候出去玩，在台北平日住饭店的价格也差不多，就是在3000块或者是更贵一点点。这边的话，我觉得它的 logo 真的是很可爱。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密码锁，你可以自己按。那我是在 Airbnb 上面订的，那 Airbnb 它就是当天入住的时候才会给你密码，但是我觉得它 Airbnb 回复的超慢，它Trip.com也可以订。然后就会自己打开这样子，走进来就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复古。这边还有车窗，就是它是在播一些影片，那看起来就很chill，很有一种真的在搭火车的感觉。那一进门就会有个小门童的角色在欢迎你光临饭店，看起来就真的很有踏进火车模拟游戏的沉浸感。整个空间很温馨可爱，但看久了门童会有一种毛毛的 feel。周遭也有一些布景特效，让你觉得这个空间好像真的像火车一样在移动。那它这边的大厅是用自助机台来报到的，虽然机台有点累个的，我们入住的时候有碰到一些小问题，就按了旁边的对讲机。那服务人员有用远端用这个机台当萤幕，跟我们同时做翻译跟回复，其实还蛮酷的。然后韩国这边的电子锁都很喜欢唱歌，他们不管哪个店家，只要一开门就要唱歌。那走进来的话呢，有一个小玄关，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像饭店这种地方有玄关的，我觉得拿来放东西啊、穿鞋子就很方便。那这边还有一个全身镜，那出门前可以看看自己。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还有一堆垃圾，是我在里面没有找到除了厕所以外的垃圾桶我觉得这一点是蛮不方便。它这边进来就是非常的暖黄光，那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天花板是有点低的，通常这种时候我会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自己喜欢比较挑高一点点的啊，家里也是比较挑高，所以就很习惯。可是呢，就是你习惯这个火车主题的话，会觉得其实矮矮的这个天花板也不错，就很有在那种车厢一节一节的感觉。然后这样子走过来，其实它整体我觉得是偏狭长的，你不会觉得很多开放式空间。那走进来的话呢，就这边有很多这种小台灯，就是你要小心碰撞到。对，那其实跟我的身高差不多。对，如果你是喜欢有氛围感的人的话，可以来。但是如果你视力不好，或是你是一个喜欢边走边滑手机的人，我觉得你差不多就是会撞到。那我觉得最赞的是这个，这是主要的重头戏。我当初在 Airbnb 就是看到这个地区的照片，然后我才选择住这间的。好，非常复古的绿皮沙发，然后还有这种有一点点大理石的，但我发现那边没有插座，所以如果我要用笔电的话，就还蛮麻烦的，我要整个把它移动。但幸好它是可以移动的，那我就坐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所谓的很旧是什么样子。哇，是有一点点重量啦。好，反正就这样子。火车的服好痛不然就是可以这样子躺着。重点是前面还有投影幕，超级赞。那旁边呢就一样是车窗，就让你感受在火车里面的感觉。而且这个沙发真的超级大，它就是可以躺的。我身高167，然后刚好把我的小腿截断，所以可能在150吧。更棒的地方是这里，它其实它的韩文翻译成中文，在官网上面写说是水疗中心，它就是浴缸啦。那这个浴缸它是还有阶梯可以这样下的，应该可以塞3个小朋友吧。反正就是我塞进去都还有剩就对了。这是什么已经把自己当比例尺的 YouTuber？ 因为我在台湾或是在日本住的时候，我自己都是非常喜欢泡澡的人，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放水放的超级慢，会来放给大家看。反正这是莲蓬头，我觉得莲蓬头蛮精致的，但是它水柱2个加起来就这么大了，所以其实我要泡一个澡，我需要花超多时间的，我可能需要花
30分钟来放水吧，因为你不可能2个一起开，然后最后再加热水，其实那样的温度泡起来没有那么舒服。我喜欢一开始就放热水，因为放的过程中它就会慢慢凉掉，那最后就会刚好。这边还不错的地方是，它这边有一个止滑的小方块，自己也有送浴盐，但是我还是没用到。但这个浴盐应该是它每天可以帮你做更换的，只是我刚好没用。出来的话也有推车，就放毛巾这样，把脚擦干。那刚刚的沙发隔壁啊，就是还有准备一些备品跟小点心。那这边还有一台音响，牌子我不认识，但看起来还不错。然后摆一些放有感的花。那它冰箱里面是有制冰盒的，这边可以拿来丢冰块。还有雀巢的咖啡机跟2瓶无酒精的啤酒。然后它还有附，看起来就是土耳其软糖，它一开始就没有冰在冰箱里，是很软的类型，我觉得很像台湾的凉糕哦，有没有像凉糕？蛮甜的，应该就是那种水果口味。反正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备品还是蛮方便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台湾没有附备品了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国外的备品长什么样子。盥洗包加一颗肥皂。还有牙刷，现在还不错。我这几天用他们的东西拿来洗澡，就还行，头发至少不会打结或什么的。那这边的话，它超级贴心，它还有化妆水跟乳液，可是我不太常用公用的，所以就没有试试看。可是我可以挤出来给大家看，是化妆水，它的化妆水比较像精华的质感吧。然后擦上去草本的味道。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冰箱，它的冰箱是那种小小的，跟大家分享。这是很难喝的豆浆，它喝起来有粉味黄豆粉味道，就是喝起来很健康，但我就是不喜欢。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超棒，觉得来韩国便秘可以买，它叫 Deep Water。那这个 Deep Water 呢，喝起来就是黑枣汁，但是比黑枣汁再甜一点点，它会强迫你的肠道被润滑，然后你上厕所就会非常的通顺。但这个千万不可以直接喝一整瓶，会出事。你可能来6天5夜，你只能玩到2天，因为其他你都在马桶上。好，那我现在就要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4天睡得很好的地方。这边蛮细心的，就是还有3个灯的模式。那第一个就是全开嘛，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柔。那第3个呢，就是我的最爱，睡觉灯。没错，就是你在睡觉，然后旁边有个小台灯，我就有点怕黑，所以我觉得这样超级棒。那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床头柜有什么，就它床头柜的面积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我很喜欢堆放东西的个性。那边就放了一些保健品啊，然后自己有自带一个无线充电板，非常的方便。这里的话都是禁烟，然后它还有给免费的 WiFi。人在国外嘛，人在国外有时候吃的就会比较猖狂一点。那我自己又是过敏体质，给大家看，我这边贴了一个痘痘贴，我疯狂过敏，就是有点起疹子吧。不是这边不干净，感觉首尔的空气好像没有这么好，因为我平常住在基隆比较多一点点，基隆空气超好，台中的话就可能也不怎么好，但我觉得这边的空气比台中再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会带保健品跟药品。这边是鱼油，这边是虾红素、维他命 C 啊什么的。它这个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这边有很多联名，它叫蒙奇奇，它就是跟一个气垫粉饼联名，它是刘海贴，你就是洗脸的时候可以加上去，不错。来，一样拿我当比例尺啊，很爽。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超级赞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给你们看一般的枕头，一般人就是这样，很软这样的。那这个呢，它很硬，然后中间是有凹陷的，它是给腰躺的枕，比较偏乳胶会回弹的记忆枕。你的腰在这里嘛，就刚好卡进去。嘿，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躺吗？因为前面有一台大电视，大电视超赞。然后前面有投影幕嘛，然后这边是超大电视，而且它是这样可以调整你喜欢的位置的，超级棒，非常的适合电视儿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刷飞看电视的画面，这样看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吧？对，然后角度还可以自己调，就这样子靠着，然后看影片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了之后，就慢慢这样躺下来，把它扯起来，那把它丢地上，然后这就是软的。然后头顶它真的就是很像车厢的感觉，对，它这个格纹也很像车厢。我觉得很棒的是，它就是把你整个包起来。就虽然我不懂风水，但在我的心理上，它给我一种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那这边是木质的，然后后面又是皮啊，整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很柔软的 feel 啊。那现在带大家来看厕所，那这边就是有一个空调可以调 LG 的空调，但它都没有写英文类的东西啊，就是可能就是要拍起来，然后给 GPT 或 Gemini 翻译这样子。那我觉得它这边空调，它开冷的时候就真的整个都很冷，不开的时候就整个就很闷，就没什么通风。像里面的话，它冷气有点太窄了，就是它会直吹，所以我通常晚上的时候就是只开外面的冷气，然后里面就不开。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干湿分离的浴室，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这个它是免治马桶其实我觉得韩国免治马桶的普及好像没有台湾跟日本高，就是他们公共厕所也比较少免治马桶，但是我觉得他这间愿意附免治马桶还不错，因为我之前有去住其他韩国的饭店跟 Airbnb， 它是没有附免治马桶的，而且马桶是特别低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的水洼比较浅，我还是习惯用免治或是比较高的马桶，我觉得这样很刚好。那这边就是有一个大镜子，然后也有一张给灯，就是拍照还蛮好拍的。这边是淋浴间，它就是比较偏窄一点，但是我觉得以我来说就是还可以啦。总之，这次的火车饭店住起来是蛮舒服的，很适合拍照跟放松。整个空间规划习惯起来其实蛮有安全感，床也是睡起来很刚好。还有一点我自己很满意的是地理位置，之前来过2次首尔，都是住比较更靠近观光中心的，像是明洞啊、延南洞。但我们这次住的是比较靠近如意岛金融商业区的地铁站，在唐山还有新牛岛的位置，这边有比较多的本地人，连我们来饭店 check in 的时候也是碰到韩国本地人来旅游，环境很清幽，都是比较 local 的韩国餐馆，食物基本上也都不错吃。总之推荐大家可以来这间玩玩看。感谢收看，我是 Yuna， 记得追踪跟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